2025年10月1号，我们的讲师，智博团长已经来到线上，我们直接邀请智博团长来为大家开讲。智博请。各位伙伴，大家晚安。很高兴又来到每一个月的月初的开讲。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丛林奇谈》猴子的祖先啊，在248页。那猴子的祖先，延续的就是上一篇在讲的老虎的祖先。那讲这个故事的这一只大象是这个森林的创造者叫做阿达。那就是由他又来讲起了因为我们上一篇是讲老虎，然后这一篇呢是讲猴子。那在于我们幼童军团集会里面，事实上讲到猴子是小孩子最兴奋的，然后也是我们每一个团长可以更好的去展现不管是技能方面、歌唱方面，或者是游戏方面都可以带到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让孩子们去喜爱它尤其是孩子真的也很喜欢猴子这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这一篇来跟孩子们拉近更好的关系然后呢也能来引导孩子们对于灵长性动物的认知尤其像我们幼童军里面还有班达洛之歌，对吧然后也可以唱也可以带动作也很好玩。然后呢甚至还有我们早年团长教的这一首歌我也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应该比较资深的服务员都会唱我在这边大概就稍微唱一小节。淅沥淅沥阿达杜那阿达德那阿达杜那banana banana banana 大概是这样子的对，这条歌的话，事实上是我参加幼童军一进去的时候，团长曾经就有这样带领过我也不晓得我这样唱对不对了，但是原则上这条歌也是一条非常老的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丛林奇谈里面的班达洛之歌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唱因为在讲这个故事的一开头，也可以先置入一些情景或者是一些发问那班达洛之歌应该大家都会唱班达洛，班达洛，红红的屁股长尾巴，这里抓一抓，那里抓一抓大概就是这一条歌了好，那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去找童军歌曲里面有的然后找到这条歌，然后自己来练习练唱。好，那我们今天呢开始就开始讲了那从讲这个猴子的祖先，那阿达呢就像四处呢的草木来问到来问这些草木，因为呢就只有他们在那里他们是不会跑的，也不会因为有什么样的情形呢就会不见了所以说呢阿达呢就自言自语的，然后呢问四处的周遭的这些小草说你们一定都有亲眼看到这一场凶杀，对吧那凶手到底是谁呢阿达呢就问就眼看然后左走右走，然后跟着这些草木在说话，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草木呢到底会不会说话，应该是不会啦所以说只有卡通影片里面的才会啦那当然这些草木呢不会讲话，当然就是不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啦那只得呢又像的这些
群兽们问着哈，过去呢，老虎呢是你们的领袖，可是呢，老虎跑了啊，那变成了混乱的不堪哦。那所以现在呢，我们应该呢又要择选一位新的领袖出来哦。那我们是自由的民主吧哦。那所以说呢，请问大家，谁有意愿呢？出来呢，当这个领袖，请他站到前面来。哦，这个让我回想了一下哦，我们从小到大，事实上，在班级里面，通常的话，干部就是班级干部的话，也都是老师选的比较多。然后呢，真正会经由大家同学们，大家彼此推荐，然后来互选的，我相信以前是很少了，但是现在应该是很多了哦，因为我们现在都讲究就是开放民主嘛哦，也不会因为是学习成绩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做一些选择。好，那阿达呢讲到这边那这时候呢，就有一只蹦蹦跳跳跳出来了一只灰猴然后下来说：“哎，我来做这一件事情我来干然后呢，这一只猴子呢，就是猴子的祖先。那大家都知道了这只猴子的祖先没有名字，它就叫灰猴灰色的猴子。那灰猴多不多？应该很多了灰色的猴子，像我们台湾猕猴也算是灰色的吧。然后还有很多种猴子也都是灰灰的，你像狒也是灰色的吧？那就是说它的皮毛啦。好，那这只猴子到底是哪一种猴子呢？书上里面并没有很详述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叙述，但是我们只是知道它是一只灰猴灰猴。好，那既然它自愿跳出来了然后呢，大家呢，都心有存疑了然后也真的就很大的猜忌他行吗？对不对？质疑他嘛因为大家大概彼此之间应该也都会相互的了解到他对方的状况，或者是他的实力如何，对不对？你像之前为什么会选老虎？因为老虎你看，凶猛，对不对？然后呢，又是食肉性的对于森林呢绝大部分的动物，事实上都有威胁性但是猴子虽然它是杂食性的但是它不像狮子，不像老虎这样子我们俚语里面也有一句话老虎不在山，猴子自称王应该大家也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的那个吧那事实上，猴子到底厉害不厉害跟老虎比的话我相信说在各有千秋了，真的各有千秋。因为老虎通常都是打独立作战，但是猴子它都是群战它都是群战，所以说群战的力量事实上不输独自的这是我个人的认为啦。尤其是我们有农作过的你像我太太的娘家那一边在竹山，那我也曾经也有讲过，那个猴子如果是一整群的时候，说实在，连我们人都要跑，我不骗你。如果说实在一起群攻的话，连我们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敢这样跟各位讲，不要以为说猴子没什么，事实上真正可怕起来的时候，真的让你无法想象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可能大家也都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去遇到过被一大群猴子攻击的那种状况。好，那阿达呢我们又回到故事这边了。阿达呢就很不屑的回复灰猴说，你们的状况跟
你这样子的话，跟一般猴子也差不多了哦。我真的也不晓得你到底可不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哦，因为你真的头脑到底的智慧有没有到那里哦？那只会装装的样子而已哦，装腔作势哦。其实什么都不会啊，对不对？因为连那种所谓的制止啊，或者是沟通协调啦，或者是公正裁判呐，因为动动物里面都需要有仲裁者，而且这个仲裁者是自己本身要有很雄厚的实力。那但是就就就感觉你不行哦，所以说呢，阿达呢不怎么愿意让猴子呢来当领袖，他心里面也这样嘀咕着哦，然后就这样子的口述呢，这样的一个讲法呢，讲给灰猴听，那灰猴呢听了哦，听了，呃，就就感觉说，我一定要做，不管你怎么说哦，我自认为我可以哦，我自认为我可以哦，那就死乞白赖的呢，硬要担任这个职务哦。那阿达呢，结果呢也是不知所措啦，也真的想来想去，因为也没有再有呃晋升的对手出来跟他一起来选举哦，那所以说呢，也是很不情义、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啊，就宣布了哦，就告诉呢群兽们啊，那就让他试试看吧。哦，那这只灰猴呢，哇，听到之后呢，哇，趾高气扬的哦，攀起了又攀上了树上，大声的说：“今天呢，我就是丛林里面的首领喽。所以说呢，以后呢，你们都要服从我的命令哦。我的头脑呢比你们好，所以说呢，我比你们伟大哦，我比你们伟大哦。那群兽们呢都默默无闻啊，哦，都默默无语哦。然后大家互相看一下，苦笑一下，然后也是不得已嘛，哦，那也只能接受啊，对啊，不然怎么办呢？好，那得意洋洋的呢，灰猴呢，根本都没有注意到大家的那一种表情哦，那一种不屑，然后那一种质疑哦的那一种表情哦，那灰猴呢，只是一心一意的哦，想当这个领袖而已哦。那经过了一会儿呢，哎，这只猴子哦，灰猴，又傻回去了哦，又傻回去了，忘记自己呢的任务是什么了哦，他当了什么了哦，他只是一时兴起而已哦。然后呢，哎，就又在树上去攀就这样荡啊哦，都知道猴子说实在树枝上的话来讲的话都可以这样的一个荡跃哦，一直的啊就是移动哦，用那种攀越的那一种方式哦。好，那他自己都不知道了哈，但是呢，他对于呢他自己之前那一个行为呢，哦，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哦。然后呢，就是说，哎，用他这样子的一个啊、攀登的技术哦，荡树哦这样的一个技能呢，来做一种兴奋的一种表示哦。好，那甚至呢，他还可以在树上呢表演翻跟斗。翻跟斗的话来讲的话，是猴子发明的吗？嗯，我觉得好像应该好像也不是我觉得啦哦，因为翻筋斗的话，有些人对翻筋斗好像的定义不一样哦。像我们幼童军团旗会的时候，我们的翻跟斗哦，就是前滚翻呐、哦，前滚翻哦，那种正体翻。那我们一般的话来讲，我们就说翻筋斗的话来讲的话是侧翻，直立侧翻哦，不一样嘛哦。而且说实在，那种前后空翻哦，那种又
更更有那种怎样？应该就是说练习过了，他才有办法了。这个的话来讲的话，又跟武术跟舞蹈有一点关系了。因为真的要翻筋斗，对有些人来讲的话是很困难的尤其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都很困难，不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真的都很能翻不管是前翻空翻就是前那甚至后空翻我感觉我们以前都比较敢学习，而且好像都会自己看，然后就是自己就会学了也好像不用人家教当然有人教更好更快。好，然后甚至倒立猴子倒立然后翻跟斗，然后呢用尾巴卷住呢树枝呢在那边荡秋千。好，那猴子这些技能的话来讲，是不是每种猴子都会？依我在看所有的这些动物，这些猴子们来讲的话，也不是每一种猴子他们都会那应该是要看他们自己本身的身体结构吧。好，那再来呢，树下的群兽呢，都都看到了领袖的身份在发表演的时候的这个灰猴然后这一只灰猴呢，高兴就在树上雀跃的然后就一直在表演了高空的绝技然后又觉得他真的好像很容易得意忘形好，那猴子呢，大家都在看嘛都在看他表演那所以说呢，大家都发现到猴子的屁股是红的猴子的屁股是红的。那是不是每一只的猴子屁股一定是红的呢？好像也不是好像也不是。但是大概占一半以上猴子的屁股真的是跟一般的动物都不怎么一样有些猴子真的是屁股红的，有些猴子并不是那只是一个形态的体态的一种表征那为什么它会屁股红我都会问孩子们我都希望请孩子们自己去找答案那我们在团体会的时候都不说那让孩子们有一种去追求学习的一种方向。好，那猴子呢都会说他很伟大他都会自诩自己然后呢要当一个丛林伟大的领袖呢，就只好继续的去表演展示他的这些所有的技能的把戏那就不会打架了，因为大家天天都有表演都有休闲可以看那何乐而不为？所以说呢，他自认为他这样子呢，就可以呢制止丛林里面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那可以减少一些纠纷出来那所以说呢，这个把戏呢表演给大家看是值得的然后呢，趁此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也可以展现他自己所以说他认为这是蛮好的一个办法那也会觉得自己相当的聪明了好，那经由大家呢冷嘲热讽之后，因为大家都会去评比他到底表演的好不好，那所以说呢，又会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侦查起来那吵了老半天，然后呢，阿达呢，很快的又听到了消息了赶回来看看这只灰猴到底在干嘛他到底呢怎么样来管理整个一个森林的群兽们让森林呢恢复到以往大家呢的和平相处遵守丛林的规律。那拿回来看呢，一看灰猴呢又吊在树上，然后呢再痛骂地上的群兽们那群兽们呢，
就一直在嘲弄着猴子哦，然后呢还会呢跟猴子相互的挑逗哦，然后甚至呢，就直接大家呢打起群架起来哦，就会闹成一大片哦，这是阿达现在又看到的情景。然后呢，灰猴呢就会啊、反正也不知所措哦，也不知所措。哦、那阿达呢，哎，就大声的吹起了他那个橡皮的那个喇叭，象叫声哦，就一吼出来哦，像打雷一样哦，然后就在生斥的哦，就在斥责的哦，挥吼哦，然后群群兽野兽们哦，大家都都吓了一大跳，然后呢就全部都安静了下来哦，然后呢，就说了，我们呢轻举妄动哦，散漫无忌是我们丛林里呢自由民主的耻辱哦，就说大家呢真的都没有节制，然后的这样的啊肆意妄为哦，大家都这样的打群架，然后呢也这样口不遮拦的哦，大家互相的啊、就这样吵斗哦，这样的一个啊、纷乱哦，然后是我们丛林自由民主的一种耻辱哦。然后呢，这些走兽哦，这些群兽们哦，也了解到自己都错了哦，然后呢，也都低下头来哦，然后沉默不语哦。那只有这只灰猴呢，还是不怎么明了，它为什么会挨骂哦，挨这个阿达的骂。那就在那边又愣住了哦，那也又掉在这个树上呢，就在那边也是静静不知所以然哦，怎么办？哦，然后阿达呢又说，我们呢第一任的领袖呢带来可怕的一个死亡哦，然后呢第二任的领袖呢带来了我们莫大的耻辱哦，这都是因为呢我们没有丛林的规律所致，所以说呢，你们应该要很严谨的严格的遵守规律这样彼此大家都有一个质量，那那才可以呢让我们的生活呢美满哦，然后也才可以得到幸福哦。为此呢，应该就是要让大家呢强力来配合来遵守服从规律。那现在呢，马上又要决定第三任了嘛那灰猴呢真的不适合当我们丛林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事实上，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也一样也不要说老虎也不要说是猴子，连我们人事实上也一样。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真的不适合那我们也要有相当的一个婉转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可以让人家可以这样子的下任那是最好的，不要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那所以说，有人说上任容易下任难，那在于我们幼童军里面的小队制度里面，我们也希望是每一学期我们就可以更换，就可以更换让大家呢做不同职务的一个角色，然后来好好的诠释，来展现自己的能力也不要说在幼童军团里面，从4年级还是从5年级就开始当小队长，然后当到6年级都还是他。我不认为应该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但是我们应该要这样做之前，就是要在事先我们就要讲好我们的团的团内的内规或者是可以跟孩子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希望呢，小队长是大家选出来的，那我们是希望说他具备有一定的统军技能力，然后甚至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人员有好的人员，因为他有好的人员就比较容易去沟通协调嘛，然后再来就是他都可以非常的负责任，有些事情的话他都可以为各位伙伴来服务，那这都是首先的要件。那如果不胜任，如果有犯了哪些不胜任，那我们也有可能随时就换人。我们也要跟孩子们讲说，这个不可能，不会是你一直待的一个工作。即使你当完小队长之后，那你下任下来之后，你还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职务的工作然后去做历练。我们也会这样的去跟孩子们事先的这样先去讲好来让他心里面都有一个底数就是说这次的话来讲我已经当上小队长，那我下来之后我之后即使我已经没有在领导方面的全职的时候那我在我另外那一个角色的扮演，我也可以为我的小队里面来付出，为大家来服务。像这样子的话来讲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就如同我们现实上现在社会的高官一样，他在位的时候跟他下台的时候，我感觉说实在，真的有时候有些人都还会一直享受在那个光环。那我认为说实在，真的那都要有很大的一些心理的调试。我曾经跟我们的前教育局长也有聊过，他跟我讲说，他教育局长下任之后，因为不同的政党轮替，然后说实在，他那时候当到教育局长处长、局长，然后他下来之后，然后大家有些人还是一样这样的礼遇，事实上他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但是你如果没有对他这样的一个礼遇的时候，他自己本身的心态也都要调整，他就跟我们是一般的伙伴而已，真的就是一般的伙伴而已啊。甚至我时常在讲，我们在童军里面的扮演里面也一样，大家都是服务员，也没有谁大谁小，也没有说谁就比较怎么样这是相互的，大家彼此的去做尊重。那但是如果大家因为是某一个活动的关系，大家有不同的职务上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权责角色的一个扮演，那等到这个活动完之后，也是要恢复到一样一般尤其是不管是在国家研习营也一样你是助理训练员是训练员，对不对？只要你不在训练的场所里面，事实上你就是一般服务员也没有说怎么样我真的很恳切这样跟大家讲所以说从这个小孩子里面的一个团体活动里面我们一定要先让孩子们有一些的心理建设，这些是常备的要素质包含再讲近一点好你像国际社团也一样会长1年1任下台，他就是普通会的会员他就没有那个光环，因为事实上你就是大家挑选你出来服务这1年，然后让你好好的去展现自我，然后大家来挺你那当然说实在，你当国际会这样的一个国际社团的一个会长的时候，你上任短短这1年里面你想做些什么就之前已经都想好，甚至你要花多少钱。有人当上一些国际社团的会长，要花个100万元的开销，那都是很正常的
哦，他是自己的哦，自己拿自己的钱出来花，会里面的钱是归会里面的钱哦，他额外的再去奉献的哦，甚至说他去跟人家做交流的哦，我感觉说实在花的也都让他自己说实在感觉到他这一生里面最光荣的时刻哦，所以说他会认为值得哦，值得。好，讲到这边哦，讲到这边，那政治方面我们就不说了啦。哦，好，那所以说呢，要挑选第三任的统领领袖，那要找谁呢？哦，那阿达呢就跟大家讲，哦，我们要找的第三个领袖叫做恐怖，恐怖。那恐怖到底是什么呢？恐怖到底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名词吧，对吧？所所以说，所以说它不是什么动物啊，对不对？哪有哪个动物叫做恐怖的哦？那它长什么样子？它又是住哪里？哦，那要去哪里找它？哦，那禽兽们呢？大家都低头的哦，大家都在下面叽叽呱呱的啊讨论，然后呢按耐不住了哦，然后就问阿达，那阿达呢？哎，也不说，哦，也不说。他说，阿达呢，哦，我暂时呢不公布，哦，由你们自己去找，哦，他的名字呢就叫恐怖。那请大家呢想法子，哦，然后呢合作，哦，的去把它找出来，哦，那野兽自己大家心里面真的都很嘀咕啊，头上都冒了很多的问号什么叫做恐怖？那要去哪里找？好，那大家接收到了阿达的命令呢，大家就朝着四面八方哦展开的去寻找。那哈蒂呢低头呢，喝了一口水哦，因为讲故事讲到了这边，哈蒂可能有点渴了，然后低头呢喝了一口水。那伯鲁呢就揪起了毛克利的耳朵说，揪起哦，拧着他的耳朵吧，哦，这个故事呢越听越好听哦。那伯鲁呢闭起一只眼睛哦，就是那一种表情哦，那种表情哦，他很有意思的哦，说，向毛克利说，像你这样一个调皮的孩子，事事都乱气一通哦，然后呢都不晓得什么叫做恐怖吗？那么，那么你到底晓得不晓得哦？什么叫做恐怖？如果你晓得了，哦，你也不能大声讲嘛。那巴西拉呢？也默默无语哦，盯着毛克利说：你大概会晓得吧。然后呢，听见博鲁这样一说呢，巴西拉就苦笑了一下哦，应该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恐怖哦，什么叫做恐怖。那也经由博鲁呢，这样的示意哦，示意的哦，让毛克利呢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恐怖。哦，那听到呢博鲁这样一说呢，巴西拉也就苦笑了一下哦。恐怖到底是什么呢？哦，晓得恐怖的人呢是什么？哦，是值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吗？哦，头脑非常清晰的毛克利哦，从他们两个刚刚呢谈话这样的一个态度哦，大概呢他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说呢，毛克利呢大概可以断定什么叫做恐怖哦。所以说呢，讲到这样一个恐怖呢，我觉得啦哦，在孩子们如果是真的很单纯的，事实上他真的也不晓得什么叫做恐怖吧。哦，那有时候到底需要不需要跟孩子们讲那些所谓的
灵异故事啊，或者是民间的一些故事然后让他们心里面产生了一些心理因素的阴影。我有时候认为是说，有的可能有必要，有的可能不必要，那就看吧。因为每一个孩子们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家长方面，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有时候我们跟孩子们讲了之后，也会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因为有时候真的在跟孩子们讲真的自己真的都需要很好的一个拿捏那没有所谓的对跟错了，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对跟错，但是在拿捏这样的一个技巧的讲述，然后让孩子们说实在能去领略，能够去普普的做一些了解，我觉得也很好，我觉得也很好。那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吓孩子，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认为，让孩子们知道的更多，事实上反而可以去防止更多不必要的一些包含伤害也好，甚至于危险也好，事实上也都是在帮助孩子。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在教育孩子产生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见解。那尤其是现在社会的氛围吧，就更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教育者，事实上有时候真的都要头脑呢都要思路的非常清楚，都要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真的担负的那一种国家己任的那种那种使命感，因为当一个童军的一个团长。那我相信我们都是爱国，那所以说有时候在于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上，那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一些疏解？那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讲到这些所谓的老虎的祖先也好，猴子的祖先也好，那我们都希望说是在多的让孩子们去做一些了解之后，然后可以深深的去做一些探讨，那是最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大概就讲到这边那对于游戏方面的话来讲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荡秋翻跟斗然后跟倒立那现在孩子可不可以做？既然我们在于我们幼童军进程里面有，那我就认为应该可以做。只是当团长的你要怎样去执行它？反而变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说，一般的话，我们在做这些危险动作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去向体育组借地毯那个体操毯那所以说在翻越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去发生这些危险。那让孩子们尝试的去做，包含说是在那个什么策马鞍跳。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应该都知道。像这个的话来讲的话，有些孩子真的不晓得是他心里没办法克服那一种动作的压力，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跑到那边他就停了，他再怎么样他也没办法跳。有一些人是按着他，然后就是跳一只脚而已，他是举起一只脚这样过而已。那我觉得以前我们孩子们事实上都没有这样的一些顾虑现在的孩子们说实在真的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那在于包含说在去做这个标准动作应该怎么做我都希望说在团长们真的要好好去学。如果你要带孩子们来做这些所谓的体适能方面的这一些我希望说在团长自己本身一定要足够的去了解，然后如何来操作。让危险降到最低，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像我在操作这个的话，我个人是很喜欢去做这些动作，因为我认为孩子们去做这些，对于他将来还是对于他心理上的一种提升，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帮助。因为真的那种突破那种超越自我
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对于我们幼童军里面真的是很好一件事所谓的进程技能的这个考。好，那时间到了，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吧，谢谢大家。感谢。那有什么需要指教的地方，再麻烦各位伙伴们不吝的指教。OK， 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智博团长。小德上来了呢，难得呢。对，小德上来了。小德团长好几个礼拜没看到了。好，那我们你去哪了？先来合影，然后再来交流，好吧？谢谢。谢谢。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